有多少小伙伴像我这样子，从来没有吃过米其林的餐厅，但是却经常能刷到什么什么米其林的料理，看起来都非常的精致，感觉真的很高大上。那他们那种精致的料理会有那么美味吗？所以明天我们小芋圆、小王子，我们是你干嘛？这是爸爸的麦克风，让我们一起进城去体验一下。吃个早餐先。这个是在京东上面买的免洗破壁机，早上做点豆浆米糊还是蛮好用的。爸爸今天带你们2个小村民进城。耶！广州这边竟然没有3星的米其林哎？没有。深圳也没有吗？深圳都没有米其林。深圳没有米其林？对。不是说1星是值得来吃的，2星是可以绕道来吃的，3星是专门来吃的。那我们专门来吃没有3星的米其林，倒回去吧。我觉得有点夸张啊，粤菜怎么样也要有个3星的米其林吧。看了一下，广州这边呢就只有3家2星的米其林，那我们就去这家江，我觉得这个名字蛮有特色的，也是跟我同个姓。那我们就去这一家看一下吧。人均最低消费500块。需要喝点什么茶吗？这些我们果汁、软饮或者果汁吧，就橙汁我们都是现榨的。哦，那就橙汁吧。橙汁是吧？选用的是日本的新奇士的进口橙。你的橙汁，但现在不是那么甜，会相对酸度高一点。我刚刚以为是普通的橙汁，我点了2扎，等下会不会好贵？是我们的招牌菜亚麻籽烧鸡，用海南的文昌鸡制作的。它表面撒的是亚麻籽，比较香脆，做的比较皮脆软嫩的。原来它这边米其林2星的餐厅呢，它并不是所有菜都是米其林的，它这里只有4、5道菜才评为2星的米其林。但是这个是他们的招牌菜，烧文昌鸡，他们说是海南那边空运过来的。这个鸡是每天吃番薯跟虫子长大的，试一下。哇，好嫩，皮好粗，哇，好吃。难怪它这鸡这么小，这种嫩度就是要这么小的鸡。沾了这个酸辣酱，试一下。这么好吃的粤菜，居然上不了2星，我倒想看看它2星的菜有多好吃。它真的烤得很嫩，你看里面的骨头都是生的，就真的觉得一点点多余的火候都没有。它真的就是稍微熟了，它就立马停掉那种。这是米其林，这是我们的餐厅的招牌。这个也不是米其林是吧？是选用海南西沙群岛的小青龙，搭配着我们的3花淡奶跟蒜汁，然后出锅之前再淋些葱花跟那个炸蒜头。这种就是在我们潮汕那边经常吃的小青龙，但是这么大的小青龙我第一次吃。哇，这也不是米其林菜，还可以一般般。上下我们现在米其林2星的招牌菜哦，来了，这是鱼子酱红运卤猪，祝大家红运当头。里面是什么？里面是葱丝跟青花段，还有一些少许的甜酱在里面。这道就是米其林菜了，果然非常西式的感觉，直接要这样一整个吃，而且它是有点冷的，这个能被称为2星米其林的菜有多美味？他说要一口吃。确实好神奇。跟每嚼一口都不一样的那种味道了。它里面这些葱丝啊，还有什么的，还有加上这个鱼子酱，加上这个烤乳猪皮，每嚼一口它都有点融合在一起，那个味道都是不一样的，确实可以哦。听了本来手感拿起来冷冰冰的，觉得不怎么样，就是这个这样子一口有点大了，吃不怎么下。这美眉。口感的一样。那把鱼子酱刮掉，就吃个猪皮。脆脆的，这是我们米其林2星的招牌菜，20年花雕芙蓉虾球。这个就是用20年花雕酒做的蒸虾球，然后上面加了一点点黑松露，就真的下这么一丁点黑松露。它这个蟹钳子是完全去壳的，丝状，里面还有软骨。20年的花雕酒不是20年的女油猴吗？这样蒸起来已经没有吃到那个酒味了，一丁点而已。再试一下这个黑松露。
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吃黑松露，太少了，没感觉。哦，我觉得这个就还行，还是这个红印烧猪好吃。这也是米其林哦。黑芝麻养生豆腐，将那个黑芝麻裹碎，然后放在那个豆腐上面，炸的比较香脆。然后外面是放了爆汁跟 SO 酱，就外面一层黑芝麻。这道也是2星米其林。我知道米其林菜的那个奥秘，就是你一口下去，每咬一口层次感非常的丰富，就那种感觉。然后而且很容易吃，而且一定要小份，就有芝麻的香味，加上它这个海鲜酱，然后再加上嫩嫩的豆腐，哇，那口感确实可以。可以，这个好吃。蟹跟手打肉饼。哇，这个招牌菜。用海南的河洛蟹，它蟹膏是比较肥满紧实的，然后搭上我们自己师傅手打肉，真的有口感跟嚼劲，味道。加入了香菇和马蹄，然后在出锅前再淋上少许的那个玫瑰醋汁，让它酸酸甜甜的。我觉得吃蟹，还是那个黄油蟹好吃。你早知道不点这个，点黄油蟹。黄油蟹1300。那就点这个。我觉得自从我吃过那个黄油蟹，真的吃其他螃蟹，我觉得都没有超过那个味道。这是我们的米其林2星的招牌菜，选用的是澳洲西冷的肉眼黄，腌制7成熟，然后再用四川熟悉的干辣椒跟青麻椒去爆炒。这上面这些是干辣椒。对，这也是米其林2星的菜。简单点的来说呢，就是牛肉炒干辣椒，这个是澳洲的牛肉，我们就这样子搞着混在一起吃。可能它有我们这种小村民体验不到的味道，就是牛肉很嫩，就一点都不柴的那种嫩，因为它就只有7成熟，真的就很普通牛肉煎以下的牛肉。我还是觉得那个烧鸡好吃。前面让你解到米其林的菜呢，就口感非常丰富，这道呢就相比他们来说单调好多。我们的岭南东饭面面酥，这个是干冰的，对，下面是干冰。面酥的话，里面是鹅肉、黑胡椒汁、胡萝卜汁，我们的一个咸甜的一个搭配的馅。这是我吃过最精致的糕点，舍不得吃了。好吃，就是有点烫，就有点像那个5仁月饼，又不是甜的，又不是咸的，又有点那种感觉。我们的花生粉自己手工师傅研磨的，然后里面是我们的那个芝麻馅的汤圆。汤圆是比较软弱的，芝麻香味比较浓郁。米其林2星的甜点。好吃，可以。做的芒果的布丁，里面的话放了那个芒果。这个不是米其林，这个是普通果冻，芒果来的。拿去吃。放这里来吧，放这里，跟黑天鹅一起吧。哇，黑天鹅已经被你吃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出来了，小伙伴们猜一下，我们这一餐总共花了多少钱？这是我一辈子吃过最贵的一餐了。好了，我们几个回来了。老是抢宝宝这个，可能是期望过大吧，感觉吃完过后呢就有点空虚。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我的钱包比较虚吧。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那份烧鸡，接着就是那个米其林的鱼子酱烧猪，其他的并没有多大的印象。虽然食物确实是高大上，而且也挺美味的，但完全不用过度神话，更没必要像我这样子为了虚荣心就去吃那么一顿。就这样一餐直接去了4个多点。我觉得等大家真正有能力的话，再去尝试一下就好了。像他们2个不会发朋友圈的，一个在那里敲锣打鼓，一个就只喜欢吃那个烧鸡，其他的都不喜欢，就喝了点橙汁。米其林的菜呢，并没有很吸引他们，还是他妈妈弄的吃的，他们更喜欢。妈妈的菜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米其林，所以他妈妈在京东上面买的这美的的免洗破壁机，我就觉得非常好用，它可以自动清洗、排浆、热烘除菌、做豆浆、米糊、榨果汁给我们喝。味道完全不比外面的差，而且操作真的非常方便，只要这里加点水，把东西倒上去，盖子盖好，直接等吃就可以了。OK， 那么大家有没有更好奇3星的米其林会有哪些什么样的精致美食呢？又是什么样更神仙一点的味道呢？如果大家喜欢看的话，那给这个视频多多点个赞，到时候还是让我先带大家探探路，因为我知道看我视频的小伙伴迟早会拿3星的米其林当快餐吃。好，那我们下期见。